许多人渴望改变运气，扭转人生轨迹，却忙碌半天，求神问卜，找人占卦，似乎成效总是不明显。为何如此？因为方向偏离了正轨。这里分享一个最迅捷、最实用的途径。想要转运，最快速的秘诀就是一个字：舍。中华文化的精华常常蕴藏在这些最平凡、最日常的举动之中。若真正领悟这个舍字，人生将瞬间明朗起来。那么，不禁要问：舍弃什么？如何舍弃？为何一舍弃，运气就能逆转呢？首先，舍弃什么？很简单，从触手可及、周遭可见的物件入手，审视一下住所、卧室、工作间是不是塞满了各种早已无用的杂物。比如3年前购置的衣物，当时觉得时尚，如今再瞧已落伍了，却总舍不得丢弃，心想或许某天还能派上用场。5年前损坏的小家电也一直留着，幻想着哪天能找到零件修复。还有一大堆他人赠送的并不喜爱的礼物、书籍，读过之后再也不会翻阅，却摆在架子上，觉得显得有素养。但这些物件留在身边有何益处？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占据空间，组织活力。要明白，周围的每件物品都携带着一种气场，这种气不是迷信，可以视之为一种能量场。那些优质的、钟爱的、常用的物品，其能量是流动的、鲜活的，与生命相呼应的，能滋养人。但那些破败的、无用的、堆积在角落生沉的物件又是什么？它们是死气，是滞气，是让能量停滞甚至倒流的罪魁祸首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房间若到处堆满杂乱，走进去是什么感受？是不是觉得压抑、烦闷、头痛欲裂，连转身都费劲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好运如何进入？他想进来一看，空间已满，只能离去。所以转运的起点就是将这些物质层面的废物、物件、垃圾全部清除，要下狠心立个规则。比如1年以上未用过的物品就丢弃，它已不属于当前的生活，只属于往昔。紧抓过去不放，未来怎能到来？那些破裂的、有缺口的餐具丢弃。在中华文化中，破损之物本身就蕴含不完整、不祥的场域。天天用破碗进餐，心里会作何感想？会觉得自己不配享有完美的、优质的东西。信念就这样被潜移默化。还有那些低廉的、品质差的物件，当初图便宜买回，用着不顺手，看着不舒服，丢弃。要向潜意识宣告，配得上更好的。当开始采用匹配自身的高品质物品时，整个人状态都会焕然一新。这个过程就是新旧交替。人体每日需排泄，将无用废物排出，方能摄取新养分。居住环境亦然，不将旧的、无用的排除，新的、积极的能量怎能涌入？这叫不破不立，不弃不留，不止不行。将家中收拾得整洁明亮，窗明几净，阳光洒入，心情自然舒畅。心情一舒展，看待事物的视角就变了，处理问题的模式就变了，运气自然就开始扭转。这就是第一层，清除物质垃圾。很多人做到这步已感轻松许多，但这仅是表层。真正高明的是清除那些无形之物。举个真实例子来说明物质舍弃的威力。有一位名叫詹妮弗的女性，她原本是位忙碌的职场人士，家中堆满旧衣物、破损电器和无用礼品，导致每天回家都感到疲惫不堪。有一天，她决定彻底清理，按照1年未用标准丢弃了80%的杂物。结果呢？她的财务状况改善了，因为不再盲目购物，工作效率提升了，因为空间整洁让她思维清晰。更惊奇的是，他意外获得了一份薪水更高的职位，仿佛好运自动上门。
这并非孤立，许多人通过类似实践发现，清理杂物不仅节省金钱和时间，还减少压力。正如某个节俭生活博客中分享的那样，杂物是压力的源头，一旦清除，生活就如释重负。另一个故事来自一位从囤积者转为极简主义者的网友，在网络社区上描述，过去的生活充满压力，现在则轻松许多，花销减少，财富积累加速。这些故事告诉人们，物质垃圾的清理不是简单打扫，而是为财富和运势打开大门。那么第二层要舍什么？舍弃陈旧思维，舍弃固执，这比丢物件难得多。许多人脑中的垃圾远超家中的垃圾。比如有人整日叹息说，哎，就是这个命，天生不适合经商，此生就这样了，不可能再有成就。谁定的命？是自己设限吧。死抱这个我不行的念头不放，上天想助也无从下手，因为大门已被关上。这种消极的限制性的想法就是头脑里的垃圾，它比任何有形垃圾更恐怖，因为它在无形中塑造现实。认为自己不行，行为就会处处显露不行，就会吸引来证实不行的人与事。最后说，看吧，没错，果然不行，这不就是自找的吗？所以要转运，就得将头脑中这些腐朽的、没变的、裹足不前的旧思维一个个挖出，然后坚决抛弃。如何抛？就是念头一冒出时，立刻觉察这个垃圾又现身了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不是事实，这只是旧程序、旧习惯，然后用新的积极念头取代它。比如将我不行换成我试试看，我学学看，总有办法。这一念转变就是乾坤倒转。易经云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思想上走入绝境就要变，这个变就是抛弃旧的。抛弃了我不行，才可能行；抛弃了我倒霉，才可能幸运。除了旧思维，还要抛弃固执。固执于过去的成功，就无法开创新局；固执于过去的失败，就涌现阴霾；固执于他人的评价，就活得不像自己。这些固执如绳索般捆绑，背负如此沉重负担，怎能走得迅捷，走得遥远？放下就是抛弃。常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那屠刀是什么？就是心中的执念、怨恨、不甘。抛弃它，当下就解脱，就自在，运势自然而来。为了让这个层面更生动，不妨看看名人案例。苹果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就是极简主义践行者，他的生活简约到极致，衣柜里只有相同的黑毛衣和牛仔裤。这种思维舍弃了多余的决策负担，让他专注于创新，结果缔造了科技帝国。另一位是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他过着简单生活，舍弃了复杂的社会执着，专注于科学思考，最终改变了世界。这些例子证明，舍弃陈旧思维不是空谈，而是通往成功的钥匙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人每天重复负面自语，如我注定贫穷，那么机会来临时也会因自卑而错过。反之，转变为积极信念，好运就会如磁铁般吸引而来。抛弃了物质垃圾，抛弃了思想垃圾。还有第三层更为关键，要舍什么？舍弃那些消耗的关系，舍弃那些无效的交往。人是社会性生物，没错，但也要辨清身边都是些什么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有些人其存在价值唯在于耗损，与其共餐一顿，归来觉得疲惫不堪，聊1小时，感觉能量被吸尽。
为何？因为满是负能量，谈的不是抱怨这，就是指责那，不是东家长，就是西家短。听多了，能量场也会被污染。还有些所谓朋友，酒桌朋友，吃喝时称兄道弟，热闹非凡，一遇势须元首，踪影全无。这种关系除了浪费时间、金钱、情感，还有何意义？要明白，时光与精力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资产。投资于何种人，就会变成何种人。与积极向上者为伍，会变得乐观奋进；与天天赌博酗酒者混迹，渐渐也会觉得人生不过如此。所以要勇敢抛弃那些低质关系，这不是冷酷，是对生命的担当。将那些无谓的饭局推掉，将只好的人从通讯录中删除，会发现世界顿时清静，有更多时间用于自我提升，陪伴真正关心的家人，结识真正能滋养的正能量友人。当周围环绕的全是对的人，全是让人更好的人，运气还能差吗？那才奇了怪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将自己塑造成高质量之人，自然吸引高质量之人与事。这就是场的吸引定律。在这个层面，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自一位企业家。他过去被一群酒肉朋友包围，经常参加无谓聚会，导致事业停滞不前。后来他果断舍弃这些关系，转而结识励志导师和同行，结果公司业绩翻倍，还遇到了人生伴侣。类似的，好莱坞明星马修、麦康纳选择简单生活，舍弃浮华圈子，专注于有意义的关系，这让他在事业低谷后重获奥斯卡。另一个是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，他通过极简主义和环保实践，舍弃了奢侈社交，转而投资可持续项目，不仅财富增长，还获得了全球认可。试想，如果继续维系消耗性关系，就像背着沉重枷锁前行，一旦舍弃，轻装上阵，好运自然涌来。说到这里，来解答那个核心疑问：为何一舍弃就能转运？这道理其实藏在中华文化最本源的哲学中。第一，它契合空的智慧。道家言虚，佛家言空。道德经云：30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；山之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凿户有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意为何？一个杯子因中空，故能盛水；一个房间因内空，故能居住；一个车轮因轴空，故能转动。有带来便利，但无即那空的部分，才让有发挥效用。生命亦然，塞得太满，旧物不弃，新物怎入？衣橱塞满旧衣，就无欲购新衣；脑中塞满旧念，就无法接纳新知；人生塞满无效交往，就无缘遇新贵人。舍弃这个举动，本质上就是在制造空，在为人生腾空间。抛弃物质垃圾，是为更高品质生活腾空间；抛弃思想垃圾，是为新可能与智慧腾空间；抛弃关系垃圾，是为更优圈子与机遇腾空间。当这个空生成后，宇宙的能量及所谓的好运会自然填充，这叫真空妙有。一设，好运就至。道理如此朴实。为了深化理解，考虑一个比喻，就像电脑硬盘满载无用文件时运行缓慢，一旦清理，速度飞升。许多研究显示，极简主义能降低碳排放，保存资源，正如一篇论文所述，这不仅改善个人运势，还惠及环境。第二，它契合易的规律。易经的易，一个核心是变异，即变化。宇宙万物无一永恒不变，春夏秋冬变，生老病死变，一切皆在流动中。顺应变化则吉，违逆则凶。
抱紧旧物不放，就是抗拒变化，与宇宙潮流对抗，那怎能顺遂？如河中巨石，水流受阻，形成漩涡淤塞，生活就会处处阻塞，麻烦频生。而舍弃就是主动变，通过弃旧宣告愿接纳新，愿随生命节奏流动。当主动求变时，从阻碍转为顺流，整个宇宙能量都会住。故易经云：变则通，一变就通，运不就转了吗？这与易经相合，强调变通的重要性。第三，它契合阴阳之道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舍与得就是一对阴阳。很多人只想得，要得财富，得名声，得爱情，却不知有得必有舍。舍是因，得是果；舍是因，得是阳。无舍之因，怎结得之果？舍弃就是最直接、最具体的舍。舍一件旧衣，才可能得一件新衣；舍一个坏习惯，才可能得一个好体魄；舍一段不良关系，才可能得一段美满缘分。很多人运差，就是因不舍，什么都想揽，什么都紧握，结果压垮自己。那手紧握拳头，什么都抓不住。只有松开手，抛弃手中的沙子，才能取钻石，拥抱世界。舍弃这个简单举动背后，它合乎天道，顺应自然，是在调和与宇宙的关系。将内外秩序理顺，能量就能自由流动。好运气不是求得的，它是被这种清爽、通透、积极的状态吸引而来。阴阳平衡的理念在风水与极简结合中体现。正如专家 Patricia Lohan 所述，清理空间能提升正能量流动。想象一个商人舍弃旧库存后，新订单源源不断。那么最后谈谈如何舍弃。舍弃也有技巧，不是今晚回家就把东西胡乱丢弃，那叫破坏，不是整理。舍弃要带觉察，带智慧。第一，要有决断，莫犹豫。很多人丢物，拿起瞧瞧，似乎还有用，又放下。过几日再拿，还是不舍，这样纠缠，能量就散了。要果决，给自己定标准。不符标准的，坚决弃。这个过程本身在锤炼决断力。一人若连件旧衣都决定不了丢否，在人生大事上有何魄力？第二，要带感恩之心去弃。尤其是那些半良久之物，莫当垃圾厌弃丢。要在心底说声谢谢，谢谢这一物陪走过那段苦日。现在状态变了，使命完了，谢谢这书获益良多。现在要将智慧运用于生活，而非搁置书架。以感恩之心行事，这弃就非负面举动，而是一个满载爱与和解的仪式。在与过去做美好告别，告别越彻底，越平和，迈向未来的步履就越轻盈。第三，对那些无形垃圾，如坏情绪、坏念头，要用转化法去弃。怨恨一人很煎熬，如何弃这怨恨？诅咒他无益，反增负能。最佳是宽恕，宽恕他不是为他，是为自己。不想再背着石头前行，一宽恕，这怨恨能量就被转化，就弃了。后悔一事怎么办？天天自责无用。最佳是接纳与学习，告诉自己是的，错了，但从中习得什么？如何避免再犯？从中汲取教训，这后悔的毒就变智慧的养分，就转化了它。一位心理咨询师建议，每天花5分钟觉察负面念头，并记录转化过程。许多人通过日记实践，发现情绪垃圾减少，运势提升。另一个技巧是冥想可视化，将垃圾扔进虚拟垃圾桶。所以，人要转运，最快途径就是舍。
从舍弃身边无用物质开始，为生活创空间，然后舍弃脑中现旧念，为未来创可能，最后舍弃无效关系，为生命创能量。这个舍的过程其实是进化过程，将生命中那些多余的、沉重的、负面的能量全数清除，让自己越发轻盈、通透、有活力。当状态对了，能量场洁净了，清爽了，频率高了，无需求好运。好运会争相上门，因为它青睐这样的人。所以别再外求了，转运的钥匙在手中。从今日起，从身边最简事做起，看看何物可弃，何念可弃，何关系可弃。每弃一件垃圾，就为好运腾出一分空间。将所有垃圾弃尽，人生就是一个迎接无限好运的、光明璀璨的全新开端。这个道理其实简明，但做到者不凡，因为需智慧，更需勇气。愿每个人都有此智慧与勇气，去弃该弃的，去赢本该拥有的更好自我与更好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